我们这个视频主要是演示一下两种电流探头的使用。我们之前有视频介绍过了，这种C05A、C20A 这种探头，它是可以测低频和直流的电流信号，它是通过扩展口这边它是接入式的接入式的这种测量电流的方法，它串联在电路里面，然后流过它的电流，然后就可以测出来。这个只能通过扩展口代替 B 通道测一路。那我们现在又推出了这种呼感器式的，是卡扣式的这种电流探头像这种转接，你可以接在任何一个通道，你可以同时接两路，你接在 B 通道，比如像我们现在接在 A 通道那我们这个演示你就可以看到，为了方便起见，就是你看到我 B 通道通过扩展口接了一路C20A 这种电流探头，接入式的电流探头。那我的 A 通道接这种呼感器式的探头，两个同时测一个电流，然后你看一下效果，演示一下这种用法。那这种探头它的特点是可以测直流，可以测低频的，比如说50K 以内的电流信号，而这种的但是它的缺点是必须接入，就是必须接到串联键电路里头，它有个隔离，这边0.2毫欧的一个接入电阻那这种的就是互感式的，就有点像变压器感应式的，它是不需要接入电路里。比如说我要测电流，我同一个电流，我一会儿用这个电源产生同一个电流，通过串接到这里面测到 B 通道上，然后呢，那它的这里面单根线里面就有电流，我互感式的我就这样可以扣在上头。非接入式的不接触的，是感应的是这种感应的，然后接到 A 通道上。但是这个的缺点是它只能测交流信号，比如说它只能测50赫兹到150K 赫兹之间的交流信号，对于慢速变化和低速的电流信号它是没办法测的优缺点就是这样。它的缺点就是没法测低频的优点就是不用接入，比较方便这样卡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它的量程可以做得很大，我们现在这个有100安的，那这个是最大到20安到30安，有 C30A 的。我们先来设置一下软件。那软件这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两个通道 A 通道和 B 通道分别接入了电流探头，那它的物理量、坐标轴还有测量体系都应该是电流量所以我们在这边把探头要改变一下。像 A 通道我们接的是 AC20A我们把这个下拉列表里头选中了，它就会自动把这个勾选上不勾选上就是默认就是测的实际电压，那么勾选上了以后就会根据探头转变成别的物理量，比如说现在转的物理量就是安，那电压和安之间对应关系就在这儿设但是我们会设好，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探头 AC20A 是20安产生1伏，那就是1伏，然后是20安，那当然它是过0点的，那这负1伏对应的什么负1伏0安，然后点确定它就会生效这就是你的这个探头 AC 探头。那 B 通道我们设置的是C 选的是 C20A它也会有一些跟这个是一样的，你把两个都选中，这样的两个都选中了以后，我们看这个，那它的这个电压其实就已经变成电流了。你看坐标轴这边通道 A 的单位是安，绿色的，那这个位置是大概16安左右大概是这样子的。它的坐标轴系统底下已经测量的都是安了，然后这边B 通道也是。那我们现在都打到这个档位，当然它的这个电压档位还是生效的，那只是电压我们测出来电压经过了刚才我们的探头设定已经换算成电流了那大概这样，那我们的准备工作就做好了。刚才准备工作做好了，我们就开始测量。同样的信号我都是接了这个电源短路电流，这边可以看到它的输出电流，然后这边用接入式的这种低频的电流模块来测。这边 A 通道是用一个互感的这种电，它来都是20安的量程 C20A 这是 AC20A 看
我们来看一下，我为什么要这样子不断的开关电源啊？我这边暂停了，软件暂停了，所以可以开了。我电源开以后会有个5安的电流，关闭这5安会消失，开会有一个5安的电流，5安啊，4.996啊，大概是5安啊。那我们这边看两个通道会不一样，黄色的是 B 通道，是这个黄色的，蓝色的是 A 通道，是这个。你会看到它坐标也不一样，坐标轴也不一样，因为它两个不同的模块不同的标定系数。但是你可以看到啊，我现在录屏，一会儿把屏幕可以放出来。黄色的是真实的电流的变化，就是开、关断，然后又开了，又关断，又开了啊。但是蓝色的你会看到是很明显的 AC， 它突然开的瞬间它会冲上去，然后又会自己降下来，然后关断的会冲下来，然后开了又冲下去，关断了会冲下来啊，关断了会冲下来啊。这是因为这个只能测交流，那你在开关的瞬间我可以测到这个变化，因为它是交流量，但是一旦稳定了它就会降下来，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交流耦合的一个现象。那黄色的是滞留耦合 DC， 就是它可以测滞留可以测移频，所以它是这样的。那我们看一下黄色的大概稳定在这儿，黄色的是 CHB 啊，4.88安啊，就大概5安的一个样子啊，它测出来它会冲上去一些，然后稳定在这个地方，就是大概5安的一个电流啊。然后蓝色的看到蓝色的 CHA 它会冲到 5.10 安啊，基本上冲到5安左右，然后降下来。好，负的这个没有冲到5安，负4点几安啊，这个冲到5安。那所以你看起来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它1左右，如果是不是很准确，你也可以做标定啊，就是刚才我们这边刚才这边已经可以了啊，两个探头的标定。当然我们出厂会标定一下，但是每个会有差异，当然你可以标定。那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它们的区别你能看到，它们的优缺点刚才说了。那黄色的是5安掉到0，再5安这样不断的关断，然后蓝色的它只能测交流，所以你在关断的瞬间和打开的瞬间，它可以测出来你有5安啊，但是剩下来就没有了啊，剩下来的平稳了以后它就是0。那这个更适合测一些交流的量，不方便你进入的量。